相亲市场，男人可以向下兼容，女人不行，必须得往上嫁，差一点都不行。你以为我想说女孩子呀？我是真的忍不住啊！现在女孩子找对象的思想，你真能让她给整崩溃了。身高、长相、性格、学历、工作、收入、家庭啊，通通都得纳入考虑范围，不能比自己差，不能比朋友差，也不能比闺蜜她老公差。你说要命不要命？今天有一个91年的上海姑娘给我打电话啊，问我这里有没有合适对象。我问她要求，她说要求不高，只要能在上海有房、工作稳定、未婚就可以。这话一出，你说你不吓得人肝疼吗？上海一套房子首付也得几百万，一个男人从20多岁出来毕业，给他15年的时间，不吃不喝，一年几十万才会赚得出来啊！我说这要求太高了，不现实。他说他朋友好多都在上海结婚了啊，南方买的房子，他也想。听完我问他呀，那你现在怎么还没嫁出去呢？他说自己挺后悔的，相亲有个7、8年了，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呀，想找个有房子的、有户口的、年薪几十万的，长得还得好看的。基本啊，他看上的看不上他，看上他的他也觉得心里不太痛快。就这样挑挑拣拣，到了30岁着急了呀。即便着急啊，也不甘心放低要求。曾经啊，这个有个上海有房子、年薪几十万男人喜欢他，但他觉得这个男人啊情商不高，吃饭吧唧嘴，说话声音大等等，就没同意啊。结果这个男的很快就找到结婚对象了，他还在相亲。这不一晃，今年32岁了，朋友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就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啊，他也不挑了，说只要有房子能让他定居在上海就可以。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在外企做翻译的，工作体面啊，月薪8000左右。听完之后啊，我就问他在上海待了几年了，他说9年了。问他攒了多少钱，他说这物价太贵了啊，房租一个月就要接近1半的工资，每个月都剩不下来啊，家里有时候还得贴补，但是也存了一些存款，大约有3万多。他说完呢，我很委婉的告诉他，姑娘，你想找的上海有房子、工作稳定、未婚的男士，大概率人家看不上你的，这不现实啊，你可能还需要再降低标准。比如说啊，找离异的，找房子在郊区的。他听了特别不满意啊，觉得是我在嫌弃他，其实他年龄，故意让他找条件不好的。哎呀，咱是很有耐心啊，姑娘，你看我这有一个98年的姑娘，国企工作，有上海户口，她也想找个上海有房子、工作稳定，而且能接受10岁的年龄差的未婚男士。其他呀都不做要求，你觉得这个男士是想认识你还是想认他呢？他给我来了句啊，年轻的不成熟。我很重啊，哎呀，姐妹儿，这人找对象都是视觉动物，一上来都想找好看的吧？年轻的胶原蛋白多呀，就算脾气作闹点，这心里也痛快吧？他开始情绪有点激动，问我难道我未婚就一定要嫁给一个2婚带娃的吗？上海那么多有房子，怎么就没有看得上我的吗？我说这有一个男孩子啊，90年的33岁，做软件开发的，年薪在30-40万，在上海首付啊有房子，南京还有2套房，存款大约10万左右。人呢经常熬夜，有点秃顶，作息不规律，有啤酒肚啊，身高在170，体重接近200斤。你愿不愿意认识？他听完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说呀，哎呀，这形象太差了，存款太少了，不太能接受。我一听啊，这得亏是跟你打电话呀，你要过来跟我当面，这王八都得揍你。就刚才这个男孩子啊，他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人家呀已经有好几个95后的女孩子都等着想认识他呢。他听完又开始这个焦虑纠结啊，是不是又嫁不出去了？昨天还有个女孩子想在北京定居，张口也不看自己什么情况，就要找那京房京户、年收入几十万的男人。哎呀，听完了啊，我是真的很想给他买个镜子照照自己，大白天做梦的不害臊吗？很多来相亲的姑娘们，明里啊说没什么要求，暗里的择偶要求啊，相貌、品行、身高、学历、收入、家庭等等都要考虑进去。理由啊，不能委屈自己，不能比别人家的差，不能让父母失望。低学历、低层次的男性们都不足以成为择偶对象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也营造了一种这样的环境，有意无意的去引导女性的择偶观，学历、工作、家世都变成了择偶的筹码。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总是希望通过婚姻不劳而获，跨越阶级。很多毒鸡汤啊，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他们的婚姻观。你要是找一个比你差的老公啊，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我就在想，三毛跟荷西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就不是撒哈拉的故事了。哲学女博士与高中男技师宣称他们是真爱，这话题这流量，男女双方瞬间都能被当下的婚恋观给喷成筛子。人嘛，自知之明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正的婚姻观，你找对象你也能幸福的。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在婚恋市场上面啊，有句话很有毒啊，说男人一定要有钱有事业才能够去追女人，女人才能会喜欢。这5-6年前有个小伙子啊，当时26岁，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没车没房，父母还务农。他当时来找我介绍对象的时候，那个择偶要求是真不高，他就想找一个大专学历啊和眼缘性格好的姑娘。当时呢，我应该给他介绍了有3位啊，这第一位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比他大了2岁。当时2人见面啊，这个女孩子嫌他个子不高，还没有房子，就给拒绝了。第二位呢是一个会计啊，
跟他还谈了有1个多月，后来呢是因为他收入低还没有房子，家里条件差，谈着谈着呀，人家也不同意了，他的心态就彻底崩了啊，跟我说啊，先不找了，准备认真工作2年，等有钱了买了房子之后再来找对象。好了，就这么一消失走了好几年啊。上个周出现来找我了，说家里人太着急了，想让他找个女朋友，32岁了，这几年呢确实努力工作，攒了有30多万，家里又给他凑了一些，在老家呢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买了一辆代步车工作有起色呢，也做了主管，年薪到了12万了。他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女方应该不挑我了吧？他想找一个28岁以内有眼缘、性格温柔的这个独生女。我们俩聊完之后，就给他在资料库里就筛选了几位他比较满意的。这一位呢是28岁，长得确实很漂亮在私企做内勤，他就很喜欢这姑娘的长相。但问了这个姑娘之后女方觉得她房子不是学区房，而且面积比较小，父母还是农村的，就拒绝了。还有一位25岁，他也想认识，但那姑娘嫌他年龄大，这工作也一般的，也给拒绝了。还有一位呢，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也给拒绝他了。他又问我呀，我努力变优秀了，为什么别人还是嫌弃我呢？我做婚恋这个行业越久就会把这个现实看得很透彻。当你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你能够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另一半的机会就越小。我们会为房子焦虑，为车子焦虑，为工作焦虑，想要那种很纯真的爱情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换来的是你房子面积多大，你年收入多少，父母有没有退休金你对自身能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加的恐慌，甚至觉得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我凭什么要拥有感情？这也是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多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感觉我一定要变得优秀，这样我才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变得得心应手，才能够更加的自信才能够配得上所谓的爱情。但是你要明白一点你认为的那些优秀其实只是加分项，永远都不是决定项。你在变优秀别人也不会停的，这不过是给你自己自卑、怯懦、拖延的一个理由而已。很多时候不是给别人机会，而是给你自己争取一个机会，试一试嘛，哪怕概率只有 10%， 也比多年之后拥有一堆头衔，遇见对方他玩都会打酱油了要好吧。求的是内心无愧和心安而已，能够在几年之后事业有成实现理想的凤毛麟角。多数都是妥协于现实的，即便是有事业有成的，找对象可能不会再嫌弃他没车没房没钱，开始嫌弃他年龄大、工作累、长得还老了。所以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后后悔的人。哎呀，当初选择他之后，当初早点找对象就好了。不要相信那句等你优秀之后，有钱了、有车有房，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换句话讲，那你变得优秀，人姑娘也会变得优秀，你变得优秀，那姑娘的那些潜在对象们也会变得优秀，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的优秀的速度比他们都要快呢？再勉强的启动都好过等待和迟疑，大胆去爱嘛，喜欢就去追，哪怕失败了，你也可以获得这段感情的反馈，知道自己如何要变成更好的爱人。读10000本书不如自己去追去爱去相处得到的经验要好，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挫折成长，这才被称为变得优秀。你要知道一个很扎心的真相，25岁的女生看不上25岁的你，即便你35岁事业有成，即便她依然单身，大概率也会看不上35岁的你的。这个11过的好多人相亲都相烦了吧，崩溃了。嘿，很多男士都问我，相了这么多都花了眼了，什么样的才适合结婚阿姨，我今天就给你们做个总结我给人交对象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女人适合结婚？听好喽，都是经验之谈。找人结婚给你们个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情绪稳定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很多人相亲多半都是看感觉的，我喜欢你我就愿意跟你谈，但感觉这东西是很虚的，经历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那大家都很普通千万别把自己当成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一类女孩子在交往中就表现出来情绪特别不稳定，她情绪好的时候你们俩如胶似漆，她情绪不好的时候骂你骂的是狗血淋头，六亲不认。男方还莫名其妙上秒还很开心，下秒就翻脸不认人，动不动就一肚子牢骚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的，精神内耗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你自己都崩溃了呀。这类女孩子是不适合结婚的，千万不要圣母心发作，妄图去改变她。你不是她爹，你教也教不会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过，成年人只选择不教育。第二，你只要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生存，面临选择婚姻两边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父母都是过来人他们的意见不一定对，但多半也都是走过了经验，为了你好的。曾经有个男孩子学历很高看上了一个姑娘，学历很低，做销售的，非要结婚这男方父母是公务员，女方是农村家庭，这男方父母就很反对那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婚姻也不是儿戏，你只看外貌和感觉是没办法结婚的。最后这两个人不听偷偷的领证结了婚。
结果双方亲家不来往，和仇人一样。两人学历相差也大，这三观也不同，天天吵架，最后呢闹了个离婚收场。还有很多年轻的啊，竟然是为爱私奔啊！没有亲人祝福的婚姻能不能成啊？能不能幸福啊？也能，但终究是难成为一家人的。因为最初的时候都没接受，所以和睦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奢望。你要知道，婚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睦。这第三啊，三观相合很重要啊。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啊，三观比五官更重要，确实如此。有一对男女啊，这人都挺好，这女孩子不太会过日子，一个月3000的工资啊，就要买2000的衣服，发了工资要花掉。男方看了很心疼啊，买衣服从来都不过百的，两个人老是吵架，消费观都不一样。女方呢没事还羡慕人家闺蜜的生活有多好，打压男友赚的不够多，看不上男方，两个人就会因为各种观念去吵架。你认为是对的，但他坚决就认为是错的。三观不同的两个人，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去吵架。婚姻好不好啊，一定是看你们过得多糟糕的时候。经常吵架的一定不适合进入婚姻的。有人就跟我抬杠，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啊，感情需要磨合妥协的。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我可以很现实的告诉你啊，青春就这么几年，不要把试错成本拉升太高。磨合的好的半年就差不多了，矛盾会越来越少。如果矛盾越来越多的，一定是磨合不来的。抓紧换人吧。这第四啊，他适不适合结婚，一定要看看他对待你父母家人以及朋友的态度。很多那个网络视频啊，就毒鸡汤啊，很有意思，都把男人拍得很窝囊，在外面女人可以趾高气扬的说骂就骂，男人就得跟孙子一样。其实不分男女，适合结婚的另一半在外面一定是给足你面子的，哪怕在家里使劲的去收拾你，但是在外面该给你的面子还是会给。曾经有一个男士啊，我劝分啊，因为那个女孩子我见了之后觉得有点强势，而且有些霸道，一看就不是那种很孝顺的女人，但是她就是不听劝啊，说啥要娶回家。现在结婚2年了，家里鸡犬不宁啊，女人对公公婆婆是一点也不孝顺，经常是颐指气使，嫌男人赚得少，也不愿意给他生孩子。所以娶妻娶贤真的很重要，娶错真的会毁3代的。不管怎样，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眼光放长远一点，找人结婚一定要看内在品质。我说了很多遍了，这才是关键。比如良好的情绪稳定能力，这决定了未来婚姻生活的基本基调。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角色，经济能力可以帮你稳定家庭。正常的两性关系不应该是父女妈妈儿子的模式，而应该是战友共同成长。另外看看他的包容心是否善良，善良的人会在你未来这个人生面临巨大的挫折的时候，依然会选择陪着你。还有三观相合，会让你的婚姻更加幸福。最后再去看看外貌，人不要太丑就可以了。选人呢，千万别本末倒置，让人省省心吧别让我比你女朋友还操心你啊。